美国伊朗冲突持续发酵的当下，一场烈度远超2008年的金融危机随时可能引爆。最后买单的根本不是华尔街的银行机构，恰恰是你我这种看似和风险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很多人至今以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雷曼兄弟破产才突然爆发的黑天鹅事件，实则所有危机的导火索2007年就已经全部点燃。2007年2月，美国次贷市场违约率已经大幅飙升，抵押贷款机构开始大规模集体坏账，房地美全面收缩了房贷业务，风险早就浮出了水面。同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直接宣告破产，次贷泡沫的盖子已经被彻底掀开。7月，华尔街巨头贝尔斯登旗下的2只对冲基金因为次贷资产巨亏，直接濒临清盘。3大评级机构集体下调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同年9月，英国出现了300年来第一次的银行挤兑事件，北英银行被英格兰银行紧急救助，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欧洲。几乎所有的危机标志性事件都发生在2007年，而2007到2008这整整1年，华尔街根本没想过止损。他们花了365天，干了件人类金融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把自己的烂账全转嫁给全世界的普通人，把已经暴雷的有毒资产伪装成稳赚不赔的香饽饽，卖给全世界的接盘侠。等到再也找不到接盘侠了，2008年才把这个雷彻底引爆给所有人看。所谓的危机崩盘，更像是华尔街算准了时间的定向收割。崩盘前，悄悄把即将爆炸的炸弹伪装成稳赚的礼物塞进你口袋，崩了之后，他们拿着美联储的救助抄底，赚得盆满钵满，普通人却可能一辈子积蓄化为乌有。而2026年的今天和2007年的相似度已经高到毛骨悚然。你现在刷到的各种高收益理财、稳赚的海外资产，搞不好就是已经组装好的炸弹。首先是底层风险彻底暴露。2004到2006年，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房贷利率直接飙升，持续上涨了多年的美国房价终于扛不住掉头下跌。那些本来就给信用差、收入不稳定的人群发放的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直接断供，违约率从2006年的5%一路飙升到2007年的15%以上。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次贷危机的盖子被彻底掀开，海量的次贷直接变成了现金流断裂，注定亏损的有毒坏账全砸在了华尔街投行和放贷机构的手里。这时候，要是危机引爆，亏的全是投行自己的钱，他们得集体破产，华尔街自然不可能自己认亏。当时就确定了核心诉求，绝对不自己扛下这些坏账，必须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满世界找接盘侠，把风险全部转嫁出去。紧接着就是烂账的初次包装，就像把烂苹果削掉坏的部分混进10个好苹果里，做成精装礼盒，就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华尔街玩的就是这个套路，操作的主体就是发放次贷的银行、房贷机构以及花旗、摩根大通、雷曼等各大投行。他们把成千上万笔已经违约的高风险的次贷和少量优质的房贷、车贷、信用卡债混在一起，拼成一个资产池，然后对资产池的现金流做分层处理，分为优先级、夹层、权益级。约定如果出现违约亏损，先亏最底层的权益级，再亏夹层级，最后才亏优先级。这里的猫腻藏得很深，哪怕底层90%都是注定违约的次贷，只要掺上10%的优质资产，就能造出风险分散、现金流稳定的假象。分层的设计还给后续的评级造假留足了空间，最终把原本那些不能流通、只能趴在账上的个人坏账贷款，变成了可以在金融市场自由买卖的标准化证券 MBS。包装完成后，就要给不良资产盖上安全认证，让亏损资产能以高评级流通。这一步是整个骗局非常核心的环节，没有这个认证，包装的再好的劣质资产也很难卖出去。操作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标普、穆迪和惠誉3大国际评级机构，他们和华尔街早就形成了深度的利益捆绑。投行发行的 MBS 采用的是发行方付费模式，谁给的评级高，生意就给谁，所以评级机构直接放弃了原则，篡改评级模型，无视已经狂飙的次贷违约率，依然沿用房价永远上涨的错误假设，把违约率预期压低到2%以内。最后给分层的优先级 MBS 直接给出了3A 的最高信用评级，和美国国债是同等级的，是被全球金融体系认定的零风险资产。甚至大量的夹层 MBS 也能拿到 A 以上的高评级。更讽刺的是，哪怕是2007年4月次贷危机的盖子都已经掀开了，2007年全年3大评级机构依然给超1万亿美元的 MBS CDO 给出了3A 的评级，持续为这些有毒资产做背书。有了这个章，那些养老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全球各国的银行，这些监管要求只能买高评级低风险资产的机构，全都合规买入了这些伪装成国债的劣质资产。MBS 里还有卖不掉的垃圾层，华尔街就做2次放大包装，实现垃圾的2次回收和再次收割。核心逻辑就是垃圾套垃圾，再套出一个3A 级。MBS 里的夹层，权益级本身就是劣质资产里的劣质资产，评级低没人买，投行就把这些东西再打包，
混进少量其他高评级的资产，甚至是其他的 MBS， 做成新的资产池，然后再重复分层加评级的操作，再一次找到评级机构，给这个新的资产池的优先级评出3A 的级别。这个产品就是 CDO 担保债务凭证。更极端的操作也有，把 CDO 里卖不掉的垃圾层再打包再评级，形成了 CDO 平方和 CDO 立方，层层嵌套，杠杆被无限放大。这里有2个核心猫腻，一是用少量的优质资产的稳定收益覆盖底层坏账的亏损，做出有持续稳定高收益的漂亮报表，给投资者营造出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错觉；二是不管底层资产有多烂，只要反复打包分层评级，就能无限次把垃圾变成3A 级的资产。最终的成果是，原本那些没人要的劣质资产，反而变成了市场上被抢着买的高收益优质资产，规模也从2000年的几百亿美元狂飙到2007年的超过2万亿美元。说白了，只要打包的次数够多，坏账都能评成3A 级。之后是欺诈升级，虚假增信加暗地做空，这是华尔街最恶劣最利己的一步，一边往投资者手里塞炸弹，一边偷偷给炸弹买了保险，等着炸弹炸了，自己能赚双份的钱。这里有3个核心操作，每一个都精准踩在欺诈的红线上。第一个是用 CDS 做虚假保险，进一步骗取信任。CDS 也就是信用违约互换，本质是债券的保险。也就是说，如果买了 CDS， 对应的债券违约了，发行 CDS 的机构会全额赔付。华尔街的操作是给包装好的 MBS 和前面讲的 CDO 搭配上这个 CDS， 告诉投资者这个资产有保险，就算违约也有人兜底，绝对安全，进一步拉高了产品的信用，骗更多保守的投资者买入。而发行 CDS 的机构压根也没有考虑过违约赔付的规模，纯粹是空手套白狼。第二个是优质资产抽逃，给投资者留下空壳。在很多结构化的产品里，投行拥有资产池的替换权，他们用池子里少量的优质资产在前期撑住收益，吸引投资者买入，之后会偷偷把池子里的优质资产替换出来，塞进更差的次贷坏账。投资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持有，等投行把优质资产的收益全部落袋，池子里剩下的就全是注定要爆雷的坏账，随时可能会炸。第3个是一边卖有毒资产，一边偷偷做空。最经典的就是高盛的双面操作。2007年，高盛已经精准预判到次贷泡沫即将破裂，一边私下斥巨资大举做空次贷市场，赌这些劣质资产会彻底崩盘；另一边却把手里的高风险次贷产品包装成3A 评级的低风险高收益理财产品，满世界推销给全球的银行、养老金，包括个人投资者。最终他在这场危机中狂赚超40亿美元，而那些接盘的投资者亏损超100亿美元，很多普通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说白了，高盛一边告诉大家这是稳赚不赔的理财，一边自己在偷偷下注，这个理财一定会爆雷，最后普通人亏光积蓄，他稳赚不赔，这哪里是投资，根本是赤裸裸的抢劫。你亏的钱就是他挣的钱，最后一步就是全球甩锅，这是整个链条的最后一步，也是华尔街风险转嫁的最终落地。有了3A 的评级，漂亮的收益报表，虚假的保险兜底，这些有毒资产被华尔街投行通过全球销售网络卖给了全世界的接盘侠，包括美国国内的养老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中小银行、全球的个人投资者，以及欧洲、亚洲各国的大型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几乎所有的主流金融机构都有持仓。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华尔街把自己账上的有毒坏账全部转嫁到了全球投资者身上，而他们提前锁定了巨额的发行费、销售佣金和做空收益。这6步你一定要牢记，关键时候能保住你的钱袋子。炸弹成型，烂账包装，评级造假，垃圾套娃，暗地做空，全球甩锅，说是人类金融史上最令人胆寒的骗局，一点都不为过。更吓人的是，2026年的今天，一模一样的套路已经演到了中途。很多人还以为中东的炮火和自己没关系，可一场更隐蔽的收割正席卷全球。首先是炸弹已经成型，底层风险正在暴露。美国商业地产1月的监测报告披露，美国写字楼 CMBS 的违约率达到了 12.34%， 正式突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峰值 11.76%。美国银行不敢贷的高风险贷款的违约率也飙升至 5.8%， 软件领域更是直逼 8%， 远远超过了 2% 到 4% 的正常水平。贝莱德以及黑石基金相继触发赎回限制，贝莱德仅对赎回申请兑付 5%， 黑石旗下1250亿美元的商业地产基金兑换比例也仅为赎回申请的 15%。 我们眼下看到的风险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些信号与2008年危机爆发前新世纪金融破产的前兆高度相似。美国金融体系的根基正在松动，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真正会撼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是悬在全球资产之上的2颗超级炸弹——美债和美股，它们才是本轮风险的总源头，也是华尔街急于向全球甩包袱的核心原因。根据美国财政部在2026年3月18日的官方数据，美债总量已突破了39万亿美元，
这是人类历史上单一经济体从未触及的债务规模，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10.02万亿美元。当前的美债风险体量是当年的3.9倍，美债的增速也早已失控。特朗普2016年初上任时，美债仅为19.9万亿美元，第一任结束便攀升至27.8万亿美元，而这一次第二任美债直接冲39万亿，从38万亿增至39万亿，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年刚刚通过的债务上限法案，大概不到明年就需要再次上调了。这种爆发式的、难以节制的增长，完全是不计后果的。挥霍、减税、扩军、打仗，所有的开支全靠借债，而债务利息更是飙升到1.04到1.12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国防预算。与此同时，金融危机的核心预警信号也已经应验。瑞达利有反复警示的美债长短端利率倒挂，从2022年7月持续到了2024年9月，创下了历史的最长纪录。过去50年里，这一信号出现后的12到18个月内必然爆发金融危机。1990年的储贷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无一例外。如今距倒挂结束已过去了19个月，危机并未全面爆发，并非这个信号失灵，而是被美联储的流动性和特朗普的财政刺激强行延后。风险正在积蓄更大的破坏力，全球各国早就用脚投票了。过去2年，全球央行累计抛售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债，叠加纽约联储2026年3月的托管数据，2026年2到3月短短6周内，全球央行再度减持美债820亿美元，创下了14年来单阶段的减持新高。即便是美国铁杆盟友日本，也在持续减持美债，各国都在警惕成为美债风险的最后接盘侠。如果说美债是已经开立的地基，那么美股就是盖在上面还在疯狂加层的摩天大楼。2023到2024年，美股走出了违背所有经济规律的行情，哪怕经济数据下滑，企业盈利转负，美联储加息不止，指数就是一路上涨。2026年3月，标普500一度突破了6850点的历史新高，对比2008年标普500收盘500.3点，当前的点位已是当年的7.6倍。但所有人都知道，涨涨跌跌才是市场常态，只涨不跌的只有庞氏骗局。现在的美股泡沫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根据 FactSet 在2026年3月的数据，标普500的市盈率达28.5倍，相较历史中位水平还高出60%。而上一次达到这一估值水平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前夜，指数高度畸形，仅7巨头就占据了40%以上的权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散户杠杆率更是创下历史新高。所有人都在赌这次会不一样，但真正聪明的钱早就开始撤离了。罗杰斯清仓了全部美股，直言市场充满了盲目投机。巴菲特连续9个季度净卖出美股，手持现金突破了3500亿美元，创下他生涯新高。华尔街对冲基金做空美股的仓位已经升至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经历过多轮周期的资本巨头集体观望，并非是因为胆小，而是他们清楚美股的每一次飙升都是在靠近下跌的拐点，如今涨得越来越高，未来的波动就会越来越惨烈。炸弹已经堆到了临界点，华尔街自然要走当年的老路，先把烂账包装好。美联储在2026年3月金融稳定报告中显示，过去6个月，美国商业地产和私募信贷的重新证券化规模暴增了120%，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26年全年将有1980亿美元的 CMBS 到期，占当前存量的近30%，其中36%的到期贷款的债务收益率小于等于8%，他们面临严重的再融资摩擦，约半数到期的贷款可能无法按时偿付。华尔街还新借助了 RWA 现实世界资产的代币化工具，将那些有毒资产搬上了区块链，以实现全球7×24小时的无死角分销。这3个信号放在一起，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华尔街正在开始疯狂打包烂账，而且玩出了比2008年更隐蔽的新花样。2026年到2030年是美国商业地产和私募信贷的高峰到期时间，今年就有将近2000亿美元的 CMBS 要还，加上这些写字楼的空置率超过50%，很难卖出去，也还不上钱，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重新打包，再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而 RWA 这个新工具更是把烂账包装升级到了2.0版本，他们把这些随时可能爆雷的资产做成代币，放到区块链交易，不仅绕过了传统的监管，还能卖给全球任何一个有手机的人，收割门槛比当年低得多，覆盖范围也广得多。包装完了自然要做评级入水。2026年3月24日，穆迪将 KKR 旗下的140亿美元私募信贷基金 FSK 下调，而该基金的违约率在2025年底就爆出来，已经升至5.5%。身为风险预警的机构，评级公司却在风险爆发后的3个月才做出反应。美国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2026年2月报告中显示，小型评级机构 Econ 对私募投资的评级，平均比协会内部估值高出3个级别。
多家企业拿到它的评级，仅仅6周就出现了利息违约，这就是评级行业的现状。风险没爆时，拼命给高评级，爆雷后才慢吞吞的下调，前瞻性严重不足，和2008年危机前的状态几乎如出一辙。这一系列的信号都在说明，当前华尔街正在完整照搬2008年的收割套路。一场比2008年更凶猛的金融收割已经在酝酿，普通人必须提高警惕，避免成为接盘侠。首先是不要轻信任何宣传低风险高收益的海外资产或新型理财产品，尤其是和美国商业地产、美债、美股相关的衍生产品，这些本质上都是当年 MBS、CDO 的换皮版本，看起来收益诱人，实则底层都是随时可能爆雷的有毒资产。普通人没有能力穿透复杂的产品结构，看清底层资产质量，盲目买入只会成为华尔街转嫁风险的接盘侠。其次是当下保住本金比追求高收益更重要。经历过多轮周期的资本巨头都在手持现金观望，普通人更不要抱着投机心态加杠杆经常赌行情，不要被短期的上涨行情迷惑，泡沫破裂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盲目跟风进场，最后只会把多年积蓄亏得一干二净。